卓越的营销管理从这里开始。你好，我是孙晓东。好了，同学们，继续我们的学习啊，给大家讲第一个阶段，我们的第4节课，暗场营销管理全体系1、2级节点联动的一些相关知识。之前的课程给大家讲了一讲营销管理是一套系统工程我们管理营销在一个整个的销售赛季，一个项目从拿地开始到最后的清盘销售，我们要管理5个阶段18个关键点。那么呢，从18个关键点要反推出2级管理的关键点。那么平时我们的日常管理当中，如何去应用我们管理手段，去把这些1级、2级管理节点做成我们的管理方法、管理道具来有效的服务企业。那么这个章节呢，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日常企业经常提到的营销管理标准化，我们如何去搭建，如何把1、2级的管理节点进行有效的穿插进行有效的一些这个连接，最后实现动态管理那么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说这就是我们说营销管理的地铁图，又叫1、2级管理的联动图。首先，为什么叫地铁图这个图呢，更像一个地铁车站我们每一个企业在管理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个管理的一个流向。因为我们的营销管理是动态管理不同时期管理的方式不太一样不像一个什么卖汽车卖安利卖保险的是吧，每一个节点都是重复再重复。我们的营销工作呢，它是从拿地开始，做设计开始做前测销售准备首开续销清盘期这个节点错过了再做一次的话，可能需要3年5年后一个新项目了。所以的话呢，我们的管理呢是一条线的，就动态管理的在不同的车站上下客的客户是不一样的不同的车站我们的客户的这种目的性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呢，我们的营销管理它是一条线，穿着若干个这个章节的，若干个这个节点的，就很像一个地铁图一样的所以我们说动态管理是一套系统，在不同时期我们的管理方式方法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图表呢，就是我们平时通用的一个动态管理，一共包括18个1级节点以及62个2级节点，加在一起呢是80个营销管理相关节点包括我们的前端、中端、后端的，包括项目定位，老师强调了3个我们说的关键节点，包括我们项目考研报告项目这个产品的定位报告，以及全盘的营销方案我们的这个开盘前准备阶段也是3个节点包括项目的年度营销策略方案开盘前的准备工作，包括品牌落地期的执行方案。那么首开期呢，关注5个节点包括开盘计划、售楼处绩效板件开放、价格策略与开盘行动计划开盘动作及复盘会以及2次加推。那么续销期呢，5个节点包括我们的续销期的推盘节奏计划包括续销期的销拓一体的打法自拓渠道的搭建包括我们的外部渠道的应用，以及工程节点的应用，以及交付环节营销相关的知识。那么清盘期2大节点清盘计划以及营销后评估计划这18个1级节点穿成珠链就是我们一个项目从拿地到清盘3年也好5年也罢，一个完整的开发周期营销管理的。那么结合这18个1级节点，我们又细分出52个2级节点62个2级节点刚才老师讲了一个课在上一节课里边老师讲的就是我们每一个节点里边的分支管理项跟我们现在的2级节点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老师上一节课讲的这个分支管理项，它其实是从1级节点里边包含的一些相关知识内容。但是我们这次讲解的地铁图的这种管理方式18个1级节点和62个2级节点是在日常管理当中不同的工作节点、不同的时间节点，我们一般的工作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进入到项目年度营销策略方案这个环节里边去了，那么做完这个方案之后了，要上方案会是吧？报审之后了，要开始进行什么呀营销费用的方案包括什么沙盘这个道具模型制作的方案一系列的分支。那么这个方案的话呢，是要详细的推导执行的。那么我们从1级节点把它分解成2级节点，这样呢更有效的保证我们在2个1级节点中间更有效的进行串联工作的
闭合以及下一节点的展开。所以我们说啊，不管是一级节点也好，还是我们说的二级点也好，18个一节点和62个二节点，包括万达，以前我老东家万达，它一个项目从拿地开始到交付啊，到开业，把这一个开发流程按照项目开发的计划纵向切分成318个节点，其中有50个一级节点啊，85个二级节点，剩下的全是3级节点。那么这318个节点其实也是一个叫做地铁图的模式，但是它是以开发主线的。但是在万达在13年推行这个标准化的时候，它其实营销节点并不多，只有1个二级节点和5个3级节点。所以我们说万达的标准化动作它是以工程开发计划为主的。那么孙老师给大家展示这个18个一节点以及62个二节点加在一块80个节点，这是营销我们从拿地开始，从营销视角上、营销管理方面给大家展示的全部节点。当然了，我们的企业也不会像孙老师这样把这么多节点都拿出来做成一个重点管控的项目可以自己管的就不需要集团参与了。所以的话呢，我们说这个地铁图其实我们很多企业可以参考可以筛选，可以是有选择性的来确定好自己的管理节点和管理要素不同的企业做标准化建设的时候，其实我们关注的点是不一样的有的关注18个点，有的关注12个点，有的关注5个点我就希望看到这个里程碑节点什么时候拿地什么时候开盘，什么时候竣工交付，是吧？就这么几个点就可以了。所以的话呢，这个还是我说那句话知识是死的我们大家应用选择管理是活的。希望大家根据老师给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配置，然后从里边有针对性、有选择性的，根据企业的特征，根据我们项目管理的这个水平，以及我们的不同的地域的客群、不同的这种市场竞争环境、不同的这种企业诉求我们自己定义自己的标准化动作。有标准就比没有标准强我们给融创的这个西南区做了一个标准化动作就是从18个节点里边节选出3到5个，比如说开盘动作是吧？从售楼处开放开始，我到这个开盘加推之后，这个60天，我们做一个西南区的川渝地区的营销标准化动作来符合我们企业的需求，在这个地区适合川渝地区卖房子来进行标准化。所以我们说标准化动作不能在全中国来推行，它只是在一个比较封闭的区域，消费习惯、消费心理都是趋同的这种客群的这种组织下，市场竞争相对来说比较趋同的大城市是吧？比如说我们在省会城市，在这个中心城市，或者是在这个一线城市这个城市里边大概其的这个同行的这个能力都非常强的情况下，来使用这个城市级的标准化的打法，对企业帮助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认真的去看待这份工作，但是必须要灵活的、有目的性的选择，这是很重要的。给大家截取几个我们说不同产品的标准化动作比如说我们一个标杆企业，他们就总结出来了一个叫做商铺销售的标准化技术动作我们的住宅可以按照孙老师上面的18个节点、62个分支节点来管理，但是我商业投资类产品，我卖商铺的话，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9大阶段项目立项、策划阶段、设计阶段、采购阶段、建设阶段、销售阶段、交付阶段后评估阶段、开业阶段，我们形成了一个商业产品的在设计施工销售后期交付包括招商相关内容的一个标准化动作。那么这个企业还提到了我们公寓类产品是不是可以在9大阶段里边、18节里边挑出几项标准化动作，来保证我们的公寓产品有目的性、有阶段性的有效的这种管控其实节点多与少不重要，重要在于我们能不能通过节点来保证我们的营销管理标准化输出的更加的有标准、有统一的打法这是我们说车位以及储藏室的标准化动作，在什么时间卖车位，是不是等到交房的时间再卖，能不能在首开阶段能够植入我们的标准化动作，实现均匀去化、有效去化。所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标准化的工作不是说我们突发奇想想起来就要做的，它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企业对我们营销管理的一个态度你有标准和没有标准，你的企业管理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营销工作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不可控性，是吧？我们经常会受到不同区域的市场的竞争环境、不同区域的政策的这个引导、不同区域的这个老百姓的消费习惯心理的差异，造成了我们的打法多样性。但是如果我们企业管理如果把我们的营销管理压在我们一个操盘手的技术水平上，靠人来管理工作的话，
那么人的状态是不稳定的，人的能力水平也是不稳定的，是吧？人是最不靠谱的，所以你稍微有一点标准化，是吧？稍微有点指引的东西，就比那个没有标准化要过硬很多啊！希望大家我们希望把我们的营销管理工作推向专业化、系统化、科学化啊，标准化。公司尽量给一些个里程碑节点，尽量给一些个标准化的打法，能够约束我们的工作不跑偏。因为营销工作一旦一次试错了，就没有再返回的机会了。而且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但凡项目出现了营销这个滞销了啊，就是营销卖的不好了，找不出原因来，到底是产品的问题、价格的问题、市场的问题啊、客群导入的问题、暗场挤压的问题，什么问题造成的？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营销战略选择出现了偏差。所以的话呢，也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吧。啊，标准化工作是我们营销工作啊持之以恒、长效的工作。希望我们所有的营销管理者尽可能的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面能够总结出一些标准化打法，为我们企业今后未来在这个市场上面继续营销拓展市场啊做出准备工作。如果你是区域的啊，如果你是城市的营销管理者，尽可能在自己的区域、城市范围之内啊总结出来一套标准化、符合这个城市、这个区域的一些打法的标准化动作，能帮助我们企业有效管理、高效输出，起到帮助。啊，所以我们说，既然营销工作它是一个非标的工作，由于市场不一样、产品不一样、客群不一样，造成每一个项目都会有一个独特打法。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多的依附每一个操盘手他自身的发挥。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不断的修正、修正再修正，不断的去尝试、尝试再尝试，啊，通过我们的试错去找出一些个成功的经验，然后进行总结提纯，在下一个项目更多的指引和帮助。所以我们说标准化是一个中国持之以恒的营销的一个课题，希望每一个营销人都必须有一个标准化的意识，能够让我们的工作有序的啊，有章可循的啊，有标准化的去进行展开啊。以前我就特别开心，在万达时期，我们经常干一件事情啊，100多个营销总每一个月开一次阅读会，见一次面，我们在一起干嘛呢？互相商量大家彼此的技术，是吧？哎，下周谁开盘啊？啊，李总、王总开盘，好，你开盘卖什么产品啊？卖商铺，卖多少啊？卖70个铺子，最后一开盘卖了71、72个，上下误差不超过5%。这种操盘手能够提前预知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证明这个操盘手的技术能力非常强，是吧？我们营销工作最大的难点是不可控性，但是一个操盘手，如果你有标准化，你有对市场的干预，你有主动去影响啊客群的消费习惯和消费心理的能力的情况下，你把营销工作做成标准化、可复制性是能够实现的。那么我们从过去的工作经验当中得到了一个总结啊，比如说万达的综合体标准化啊，被某个企业抄袭过去了，照抄照搬，在它的市场，在它的环境下一样能够卖得很好。结果这套标准化又被另外一个企业抄袭过去了，在它的综合体市场销售里边也能实现很好的一个支撑，就证明我们说综合体的营销，万达的标准化是可以在其他的城市、其他的企业啊去复制适用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我们的营销同仁，大家通过自己的工作的试错、工作的经验的总结，能够给我们的行业更多的同行可以借鉴的经验和这个宝贵的知识。我在08到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最幸福的3年啊，招保击败时期啊，我们大量的同行在一起互相交流，我们叫头脑风暴啊。我在天津那个时期的话呢，每周末6日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一个小的会所，有好多同行，上百人同行在一起交流学习，探讨营销工作的发展，是吧？怎么打呀？怎么去接待客户啊？怎么去拓客呀？大家一起交流。但是随着我们企业规模化的发展啊，进入毕万恒时期了，企业规模是上去了，但是企业壁垒随之也就提上去了啊。同行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了，对这些营销标准化打法呀，这个探讨交流、互相的去取长补短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我们很久没有跟同行头脑风暴了。而且我们现在的企业由于规模做大之后了，我们什么2级管理、3级管理、4级管理，是吧？把我们的管理切成块儿，是吧？招了高管就在这批那几个 OA， 变成钉子型高管了。你有没有机会横向去看一看整个发展的一个趋势，纵向去看一看一个项目从拿地到清盘，我们要管理的工作了？你的职业视野啊越来越窄了，所以自己也没有什么跟同行分享的这种机会，也没有什么跟同行分享的内容，就造成了我们的企业啊高职称啊短视角啊。我也希望通过这次的我们的培训课，也希望让更多的年轻管理人员了解营销管理的一个逻辑
从前到后的一个纵深，让更多的年轻管理人知道这个行业特征是不应该要不断的去精进，不断的去完善，不断的去总结自己的打法的，尽量能够给我们这个流动的工作留出一个固定的打法和思路。只有总结出来标准化，你才能说我擅长这个区域，擅长这种产品线的销售换句话说，一个企业你没有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打法，这个企业的营销工作是不合格的。好了，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呢，给大家简单讲到这儿。我们这节课讲完之后的话，其实我们的第一章节就是营销管理，一个项目管理者一个案场经理，一个营销总监，我们要掌握的相关知识内容基本就完结了。我们用第一个章节给大家讲一讲我们营销管理的宽度是什么样子的从拿地阶段到项目定位阶段产品研发阶段、开品准备阶段、首开期、续销期和清盘期各个阶段营销管理的知识内容宽度和深度。在接下来的课里边，我们给大家陆陆续续的讲一讲我们不同时期的营销管理关注的内容。5大阶段：项目定位阶段、开品准备阶段、首开期、续销期和清盘期，5个阶段营销人要关注的内容。所以的话呢，我们还是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要持续关注苏老师的课。我们从下一节课开始给大家讲第一个阶段项目定位阶段，一个营销管理者应该关注的哪些内容。好了，我是苏晓东，我们这节章节的课程就讲到这儿，我们下章节再见。